你俩好几搭了是不是？3搭了，4搭，3搭。这次花开锦绣是2位的3搭，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呢？谢谢。我已经想好了。啊？是吗？我也差不多。这不在我想到的，我脑子里的赵丽应该是像沙棘，因为它是生存在沙漠里的，然后它的果实又是比较酸甜的那种味道，是的，会比较像戏里的赵丽。那形容丁哥本人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像向日葵。为什么？因为在我心里是很温暖的，就是会给周围的人一直散发力量和温暖。恩熙在傅婷莹在剧里面给我的感觉非常像一株白玉兰。当然啦，那现实生活中的恩熙就是林五花。这是你好心随我收拾翻出花。演的永远比你们表达的更加丰富。哇！我说他是聪明豆吧，游戏聪明。成功了！待会儿可以再玩一轮啊！感觉是花。这种花，这片云是什么吗？玉兰花。赵琳对傅庭云最心动的5个瞬间，说出来。5个瞬间：吃泔水，做腊肉饭，回娘家，生我的气，最后和我共同养育了一个小孩。娶我吗？哇！那天我们还开玩笑说，如果拿到热水之后，赵琳应该怎么演？应该是烫到这个。这个名字可以叫花团锦簇吧。然后，其实，在插的时候有很多，它不是那么的整齐，然后花朵有含苞待放的，也有一直完全盛开的。我觉得就像我们剧里面的每一个人物，在每一个阶段都会遇见不同的困难和困境，但是我们终究会凭借自己的智慧、我们的努力、我们的韧劲去挣得一方锦绣。哇，是我。一直觉得它就像我之前大家看到采访里面说的，每一株小草都可以有成为参天大树的希望和，也可以拥有这部分野心。他跟赵琳一起会，就像打游戏的那个副本一样，两个人会解锁很多地点，然后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人物，然后庭云也会凭借自己的聪慧，还有他的那股坚韧去完成他想要完成的事情。那就像可以跟大家分享，在山西的时候，还有一个跟丁哥拍摄，就是两个人拿刀对峙的那个场景，然后大家看到就那个赵琳手上不是有那个热水滴在那个赵琳的那个手上吗？我们这场戏拍摄的时候，我记得最开始道具老师准备的是那个凉水，然后丁哥当时就说，想要呈现比较真实的那个效果，他就是让道具老师在现场就是真的是去加了那个热水，所以大家看到
因为我有在看弹幕上说那个热水啊还冒着热气，然后赵琳的手是红的，因为我们真的是用真实的热水在拍的那个。第一个当时就是手真的有被烫到。可能不是被3个词就轻易定义的吧，因为就像庭云的那句台词，就是说，我生来是谁不重要，我活成谁才重要。他其实一直是有很多外界的枷锁和这个家庭很多重任那些枷锁给积压在他的身上的。那前期可能是一个比较闭塞的一个状态的话，我觉得到中后期他会逐渐的把自己的那个锋芒去展露。当然，我觉得他的内里一直都是非常的坚韧和聪慧的，然后这点是一直在前期演的时候是比较支撑自己内心的东西的吧。我听懂了，就是如果恩熙想表达的是，如果用3个词来形容的话，他刚刚说的是第一个是傅九小姐，第二个是傅庭云，第3个是傅全慧。是因为就像他刚才说的，他一开始的时候是为了这个傅家做了他九小姐这个身份，他一直以此而在这个世间生存。但是当他明悟和他觉醒之后，他发现傅九小姐是属于傅家的，不属于他本人。他要去找到自己是谁，他是傅庭云。可是再到后面，他开始展露锋芒，他开始跟我合作，但开始他逐渐之后，他更深一层的认知之后，他发现他可以不只做傅庭云，他可以做傅全慧，真正脱离出来，走出他自己希望的、爱他的人希望的那条属于自己的那条路。所以恩熙刚刚就是回答的你的3个词，觉得在我听下来之后，可能是这种感受，懂不懂你？完全懂。都说沈大阁岭是世人不敢接近的白无常，说你杀人不眨眼，你既然这么不想娶我，那我还偏要嫁试试看。挺好的。你看，其贤德淑女之才，冠绝相安。我们的案件有非常的多，然后是一开始在整理剧本的时候会要求自己，就是要把每一个案件都记清楚，就以防那个到时候演起来的时候会忘记。然后因为有很多角色名嘛，所以就是也是前期对剧本就是这些整理的时候需要要求自己要严格一点。之前丁哥也跟我说过，说他在家里面有一个工作台，他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在那个工作台上不可以吃东西，也不可以玩别的，只能就是认真工作。所以我非常佩服他这一点，很厉害，真的。天哪，这种小秘密也只有你记得。那因为我就是经常剧本写一写，我就觉得脑子不够用了，我就要吃点东西啊什么的。所以他说能对自己做到这种要求，真的很佩服。因为他在剧中的角色是一个非常活泼俏皮，且他有非常多的灵活思维，所以他的有些分析的大段词被要求说是又溜又要顺。但是因为他词量很大，所以他每天回去之后，卸妆前先背一遍，卸完妆再背一遍，睡前再背一遍，第二天起来刷牙的时候再想脑子里的那个词对不对，然后想清楚了说很安心来到现场，然后他每天就在那边，包括我们平时休息的时候在那边滚词，然后一个人在旁边，然后在旁边看着他，我说哎呀真不错。更沉稳一点，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看到我在这个角色上表演能力和表演习惯的改变。两个人的感情其实是慢慢的进展，然后沈度也是在潜移默化的时候被严信有一些影响和改变吧。严信的感情，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比较，他很聪明，然后智商很高，但可能情商就是会比较迟钝的一个女孩子，所以两个人的感情也是慢慢的到后面就大家觉得会有一些没有同频的时候，是的，但逐渐我们还是慢慢走向同频的一个。觉得严信肯定是脑力值不是排在沈度前面，就是我觉得对他自己来说吧，就可能脑力值是还蛮靠前的。然后武力值的话，好像武力值我觉得他很厉害，沈度很厉害。我觉得是严信比较厉害。像妹妹是重庆的，南方，就没怎么见过雪。我也是上海南方，只是很难得在横店见到这么厚的雪，而且其实是刚开始没多久。所以咱们两个作为两个南方小孩，突然在横店见到这么厚，我第一次见识到屋檐上有如同白棉被一样厚的雪的时候，我们俩都觉得说
还挺幸运的，就是还蛮不一样的，包括而且大学上打起来也很好玩。对，不是，是那天就是天然的雪，是真实的雪。醒来之后雪就已经很厚了。而且我们那天正好是在拍瀛洲，是的，所以说非常巧，就是非常符合当天拍的氛围。然后也非常幸运，说能在刚开始的时候就一块见到非常漂亮、非常壮观的雪。是的。沈大哥你这个大毛领，我就觉得就非常符合大哥那个气质，很沉稳霸气。对，在瀛州比较边塞的偏冷地区嘛，我们有好看的斗篷，我们有些时候也会彼此说，哎，我说这件好看，这个好看，我说啊这个头饰好看，哎，我说你后面是这个样子的。就有些时候我们会不断的，因为造型老师给我们的惊喜，我们彼此也会不吝啬夸奖。是的。如果说到我个人的话，唯一一个挑战可能就是我在年30的前一天，家里的空调坏了，所以我到现在那个空调还是没有修好，是因为家里没人。惊喜就是因为空调坏了，所以家里挺冷的，就也不太想吃东西，瘦了。对，然后大脑也挺清醒的。我正好是重庆的嘛，然后重庆那边其实我们家里面的就没有暖气，也不开空调，所以反而是家里面会比外面冷。那横店其实跟重庆我感觉差不太多，对。然后再加上我开拍就前3天的时候吧，丁哥就送了我一个暖手宝，对，所以正好是在那会儿最冷的时候，我最需要那个东西的时候，它出现了。哇，谢谢丁哥。还可以翘二郎腿，回头等啊，对，一定要去看我们的花絮哦。展示一下。以前我的就是在组里面，其实川渝那一片的就是朋友们会很多。这个组就我跟锤锤2个人，所以我们就一直在说家乡话。然后可能我们组还有其他就是浙江一带的演员，他们就说我们在就是在讲自己的话也听不懂。反正我也不管，我就硬加入，我说怼透啊，他这个有的时候就怼透摇的，说的其实挺标准的。我只会说这几句，但是我就是够用，不管听得懂，先加入，够用再说。你在重庆说够用了，够用。我有猫有狗。我想到你会说这个了，我没猫没狗，那我就得折一个。在横店还有作业，你没有？哇哦！我是真没有。啊！我在横店去做过按摩。我也做过。我就说我最近脑子真的不能回归自己的生活，一直得过沈都他们的生活。我得折一个。我在横店有做过饭。沈大哥里应该是没有实习做饭。做的是什么？泡面。泡面。你等会儿。泡面我也做过。开了火也就算做饭，那这算我折一个吗？没有，就凭是用火的泡面。对，就是开了。我在美气。那我还是错了。你4根，我要发愤图强了。我在过年的时候有收到一把非常非常好用的梳子，且我到现在非常喜欢用。那把梳子我也有。是收到的还是自己买的？自己买的。折了。那折了，我这个懂了。冷，天冷，瀛州呢，给大家比个记。我可以换2根手机吗？你换啊，你这个也行。反正就是2个。我在横店经常收到有人请的水果。谁啊？不认识吗？当然是啊。但我没有收到。我先扣一根，先扣一个。咱们回头来聊这个事儿。我在横店有每天都穿加绒的秋衣秋裤。我知道你们是不是加绒的？我只穿了1条。哇哦，真会保暖。好了，我今天没穿。那就。我的妹妹或者是我接下来想对她接受这个是不如惩罚我，接受你的转账8800。哇哦，你形字都到嘴边了。